如果眼神真的会说话，那么这一刻谁会最先向翟一莹承认自己的心意？两双眼睛，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却在同一个女孩身上留下了让人无法忽视的痕迹。一边是赵柯春，他的眼神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不是简单的看向一个人，而像是在观察，又像是在认真记住对方的每一个表情。当他的目光落在翟一莹身上的时候，那种温柔感似乎很难完全隐藏。有人说，真正让人心动的，从来不是一句我喜欢你，而是一个人看向另一个人的时候，眼神里藏不住的偏爱。而赵柯春给人的感觉，恰恰就是如此。另一边是赵振东。如果说赵柯春的眼神更像温柔的靠近，那么赵振东的目光则多了一种直接而强烈的吸引力。他看向翟一莹的时候，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慢慢安静下来，视线停留的时间，表情细微的变化，还有那种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关注，都让观众忍不住开始脑补。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这两双眼睛真的代表两种不同的心动方式，那么谁会第一个承认自己的感觉？赵柯春还是赵振东？而真正让这一切变得有趣的人，恰恰是站在两种目光中间的翟一莹。他似乎根本不需要刻意做什么，一个笑容，一次回眸，甚至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就足以让镜头里的氛围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会说，翟一莹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魅力，不是那种需要大张旗鼓展示出来的魅力，而是一种慢慢渗透进情绪里的感觉。你第一眼可能只是觉得她漂亮，第二眼会开始注意她的表情，第三眼却可能已经开始关注别人看她的眼神。而故事往往就是从第三眼开始变得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两双眼睛背后的故事。先说赵柯春，如果仔细观察他的状态，会发现他的情绪表达并不是特别夸张，他并不会一直用非常明显的方式表现自己，相反，他更像是把很多情绪藏在细节里。尤其是面对翟一莹的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个下意识的关注，这些东西单独拿出来可能都算不上什么，可是当他们连续出现的时候，观众就会开始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太在意他了？当然，我们必须强调，这只是镜头呈现和观众感受到的氛围，并不能直接证明现实中的真实感情。但娱乐内容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演员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够让观众相信角色之间的情绪。而当一个眼神足够有感染力的时候，即使没有一句台词，观众也可以自动为他补上一整段故事。赵柯春的眼神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它不像是突然爆发出来的情绪，更像是一点一点累积。最开始可能只是注意，然后变成欣赏，欣赏久了又会变成一种下意识的关注。当一个人开始不自觉地寻找另一个人的身影，故事就已经开始改变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观众会把赵柯春的眼神理解成一种想一直陪在身边的感觉，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温柔的靠近。如果一定要给这种眼神配上一句台词，也许会是这样：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陪你走得久一点。这句话未必真的有人说过，但它却非常符合观众从画面中感受到的情绪，而这就是所谓的眼神氛围。有时候，真正让观众心动的并不是剧情本身，而是演员把情绪放进了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一个瞬间就足够让人记住。那么，再看看赵振东，他的风格明显又不一样。如果赵柯春给人的感觉是慢慢靠近，那么赵振东更像是一种直接的吸引。他的目光里有一种比较明显的存在感，尤其当时陷落在翟一莹身上的时候，那种关注感很容易被观众捕捉到。这就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动，一种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另一种是很难忽视的吸引。而翟一莹恰好成为了这两种情绪的交汇点，这也是为什么观众会产生一种非常有趣的错觉，仿佛不管镜头切向哪里，总有一双眼睛正在关注他。这时候问题就变得更加有意思了，到底是翟一莹真的拥有如此强大的魅力，还是因为演员之间的配合让这种感觉被无限放大？
答案可能是两者都有。因为一个人的魅力从来不只是长相，真正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往往是表情、气质、动作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翟一莹身上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她并不需要一直站在镜头中心，很多时候她只是很自然地做自己。可是当别人看向她的时候，镜头里的关系就会自动发生变化。有人变得温柔，有人变得认真，有人开始紧张，有人甚至连眼神都变得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化学反应，它不是一个人单方面创造出来的，而是两个人站在一起以后，产生了一种只有他们之间才有的感觉。所以，真正值得讨论的，也许根本不是谁喜欢谁，而是为什么观众会从这些细节里感受到心动。这才是娱乐内容最迷人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眼神，但脑海里形成的却是一整个故事。比如赵柯春，他的眼神让人联想到的是陪伴。如果故事继续发展，也许他会是那个默默站在身边的人，不需要每天说很多话，只是当翟一莹回头的时候，他一直都在那里。而赵振东则更像是那个会主动制造心动瞬间的人，他的目光更加明显，情绪也更加容易被捕捉。如果把两个人放进同一个爱情故事里，那么他们可能代表完全不同的角色类型。赵柯春是慢热型，感情一点一点累积，越看越温柔；赵振东则像是知秋型，一旦心动就很难让人忽略。而翟一莹呢，他可能就是那个让两种性格同时失去防备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观众会忍不住开玩笑，翟一莹到底有什么魔法？为什么一个笑容就能让镜头里的气氛发生变化？为什么一个简单的眼神交流就能让观众开始疯狂分析？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真正有感染力的画面从来都不需要太多东西。一个人的表情足够自然，另一个人的反应足够真实，观众自然就会产生代入感。而代入感一旦出现，故事就开始拥有第二层生命。屏幕里的角色在互动，屏幕外的观众却已经开始替他们写下一段又一段故事。这也是短视频和娱乐内容为什么如此容易让人上头。因为我们喜欢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答案，有时候我们喜欢的是猜测答案的过程。尤其是这种谁先心动的问题，它永远没有标准答案。如果赵柯春先说出来，观众会觉得这是温柔终于变成了勇气；如果赵振东先说出来，观众又会觉得这是直球终于突破了暧昧。而如果两个人都没有说呢，那反而更加让人期待。因为真正让人上头的从来不是结局，而是那种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的感觉。想象一下，翟一莹站在那里，赵柯春看向他，赵振东也看向他，一个眼神温柔，一个眼神炽热，而他自己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整个画面的中心。这种场景为什么容易引发讨论？因为它非常符合观众对爱情故事的想象。爱情最迷人的瞬间，往往不是告白，而是告白之前，是那个还没有说出口的瞬间，是明明很在意，却还要假装平静，是明明一直在看，却在对方转过来的时候突然移开视线，也是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观众却已经感觉到空气里多了一点什么。这才是所谓的暧昧感。而翟一莹似乎特别适合成为这种故事里的中心人物。他不需要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因为别人看向他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形成了戏剧。所以，如果现在让观众投票，赵柯春和赵振东谁会第一个承认自己的感觉？答案可能会非常分裂。支持赵柯春的人会说，他的眼神太温柔了。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一定要一直表达，有时候愿意一直关注对方，本身就是一种答案。而支持赵振东的人则会说，他的目光太明显了，那种吸引力根本藏不住，只要再给一点时间，也许他就是那个最先把心意说出来的人。但还有第三种答案，也许真正最先承认心意的人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是观众。因为当我们开始认真分析一个人的眼神时，其实我们已经被这个故事吸引了。我们开始期待下一次互动，开始关注下一次对视，
开始寻找每一个微小的表情变化。